时我会看一些摄影作品集，遇到自己特别喜欢的，我会买回来收藏。这些摄影作品集对我来讲有两个益处，一个是可以了解一些摄影作品背后的创作过程。通常我们总是会下意识地认为那些知名的摄影师可能随手一拍就是一张精彩的作品，然而事实上可能并不是那样的。那些精彩的作品也不是一蹴而就，一夜之间就产生的。所以了解这些创作过程，可以让我在自己的拍摄过程中不那么急迫地去追求一张精彩的作品。这个不急迫的状态对长期坚持拍摄很有帮助。第二个益处就是借鉴一些创作形式和拍摄灵感。灵感这个东西很难讲，就像一层窗户纸，可能一捅就破，但是在不知道的时候就怎么也想不到会有这样的拍摄方式。所以在平时外出拍摄的时候，有时候路过书店或者图书馆，我都会进去看一看，有时候会有意外的收获。这次我就去了两个地方，第一个地方是公立的图书馆，我在里面看到了这样一本书，中国我最喜欢的科目。我大概翻看了一下，就将这本书借回家了。这本书有两个地方让我印象深刻。第一个，作者是意大利人，天然的具备旁观者视角，可以注意到那些被当时当地的人忽视的场景和信息。陌生的地方就是熟悉的地方，说的大概就是这种情况。不知道你有没有和我一样的体会，在熟悉的地方，面对常见的场景、人物，总觉得不值得拍。去一个陌生的城市或者风土人情、生活习惯有巨大差别的地方，很容易就被那些没见过的生活场景吸引，不停地按快门。平时我也会用相机记录一些常见的生活场景，看起来平平无奇，毫无美感。但我确信这些拍摄是必要的，也是有价值的。第二个地方就是照片拍摄于1976年到2008年，跨度达32年。这本书里记录了这30多年来社会变化的诸多细节，宣传标语、交通工具、娱乐活动、饮食、衣着、人物的精神面貌和诸多生活细节。当30多年的社会变化集中展示在一本书中的时候，画面中那些看似索然无味的元素一下子就变得清晰且有力量。比如书中这张照片，这些具体的标语有很明显的时代背景，通常指向特定的时间段。当然也有例外，比如我拍的这张照片，2005年拍摄于东郊记忆。画面中几十年前的标语和当下2025年常见的衣着打扮混在一起，很分裂又很协调。简单吃完饭后，我又去了一家书店，方所书店。这里有更多摄影有关的书，有很多样书。我大概翻看了一会儿，打算找几本记录下来，回去找电子书仔细看。第一本是这个，出自于一位苏格兰的摄影师和游戏设计师，他用了极其夸张的色彩记录了深夜东京街头的场景，很强的视觉冲击力，有一种电子游戏的味道。这和我拍摄的彩色摄影作品很不一样，但这种创作手法挺有意思的，是一本很值得看的书。第二本是这个，中文版叫《伟大的摄影》，一本摄影科普类的书，以时间为线索，介绍了摄影的发展史，其中包括一些为人熟知的摄影师和一些经典的摄影作品的分析。通过整本书的介绍，可以比较全面地了解各种摄影风格、摄影题材，以及将摄影作为工具和表达方式而存在的必要性。第三本是这个，现代生活的绘画者。这位摄影师是一位加拿大的摄影师，一个典型的以摄影作为工具的艺术家，借鉴传统绘画的灵感，通过拍摄自己精心布置的场景，表达自己的艺术想法。这让我想起了另外一个法国的摄影师贝尔纳·福孔，他在《夏日假期》这部作品中使用了大量的塑料儿童模特，在法国乡村布置了很多场景，
最终用摄影作品的形式展示出来。我依然保持着记录日常生活场景的习惯。此时此刻，我很难利用自己现有的生活经验去判断这种记录行为到底是否有价值。但我的潜意识告诉我，这个记录行为是必要的。在我翻看这本书的时候，我看到这样一段话：幸运的是，当时拍摄的大部分黑白照片都奇迹般的被保存了下来。这也需要归功于我那些多愁善感和保守的性格。我总是认为，当下拍摄的照片将来可能会有用途。后来的生活经历证明我是对的。忘记过去是野蛮人的行为。